对于我们文博人而言，时间是最大的敌人。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有效的保护措施。我们能够留给后世的，就是这些宝贵的文物。中华民族的千年的时间中，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传统就是一锅百年老汤，其实每一代人每一天都会把新鲜的食材加入到这个老汤里面。你让100个人知道，其中有10个人喜欢，再有1、2个人擅长，然后这个东西就传承下去了。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后人留得圣记载。在人类社会漫长的发展历程中，留下了许多文化遗产。它们承载着过往厚重的文明足迹，也昭示着未来的美好愿景。他们在一代一代文博人的守护下，至今依然闪耀夺目。我是演员吴镇宇，今天我要走入的这个角色，名字叫谢晨生。他是新中国第一代文博人，是一部活的中国文物保护史。他曾经参与起草、修订《中华人民共和国文物保护法》，让文博保护事业有法可依。担任中国大百科全书文物卷编委会主任，提出文物的定义。他也用1个世纪的生命，阻止了众多文物古迹的湮灭。这位100岁老人倾其一生，为文物保护而奔走。我想更好地扮演他，就要走进他的故事。1968年的一天，正在工作的谢晨生先生遇到了一件事。那时候北京修地铁1号线，正好要穿过位于建国门的观象台底下。现在北京修地铁，要挪走古观象台，这可怎么办呀？这个已经不是天文仪器保存的问题了，更重要的是，连续几百年的天文记录。你说挪了，他把所有记录都挪走了，我们怎么交代？这个全世界只有一个，仅此一处。对呀，可是眼看这就修到建国门底下了，感觉来不及了呀。无论如何，都要把整个古观象台保存下来。我们先给周总理写个报告吧。所幸的是，周总理收到报告后，马上做了批示，不仅让地铁绕道，还批了绕道所需的200万经费。这在当时是一笔巨款。对于我们文博人而言，时间是最大的敌人。在被人为无意破坏之前，去尽快的发现；在被时间风沙侵蚀之前，去尽快的保护吧。
在敦煌，时间是一种特别的存在。无声的时间让上千年的文明沉淀镌刻在一幅幅壁画、一尊尊佛像里。而时间又是残酷的，日复一日，年复一年，岁月正在吞噬这些文明的痕迹。过去几十年里，一批批年轻人来到这片戈壁上，跟时间赛跑，用青春守护洞窟。在2300公里以外的北京，一场迄今规模最大的敦煌艺术主题展览，正在吸引着对敦煌充满向往的人们。这也是呢，继故宫举办完敦行故演之后，第二次咱们北京举办这个敦煌题材的这个系列的这个展出。这次的展览共展出复制洞窟8座、文物级壁画临本、彩塑临品等202个组件。人们能在千里之外的北京看到如此真实震撼的敦煌展，用青春守护敦煌的杨金礼、吴少侠功不可没。杨金礼是80后，这是他来敦煌工作的第16个年头。换好工作服，进入洞窟面壁，一待就是1天。2006年至今，作为修复师的杨金礼在莫高窟进行这样的工作，重复了5840天。空鼓、起甲、苏简是莫高窟壁画常见的问题，在杨金礼的手下，这些1000年的壁画正在重焕新生。所以我们要进行一个及时的、有效的保护措施。通过我们的这些保护措施呢，来延长我们壁画的一个保存时间。杨金礼这些修复师们将即将消失的1000年壁画留住，而让这些壁画的图像走到世界各地，鲜活呈现在人们面前，则是吴少侠等摄影师们的重任。每天的工作量大概是200到300张，所以这样一个墙壁可能就需要10天的拍摄。那么这个洞窟呢，它大概是需要140天这样一个工作量。我们知道这些1000年文物呢，它们经过时间的沉淀和洗礼，很多文物呢已经不像当初那么鲜艳。那么数字化呢，就对于文物的永续保存有着非常重大的意义。数字化的采集时长根据洞窟的大小来决定，大的洞窟有时会耗时1年。在敦煌工作的7年时间里，吴少侠已经参与了大大小小10个洞窟的采集工作。正是吴少侠们日复一日的努力，才让世界各地的人们看到敦煌的风采。有时候可能会觉得这个工作会比较的冗杂，它的重复性比较强。但是呢，当它呈现给我们的这个画面的时候，会觉得自己的这项工作非常的有意义。我们能够留给后世的就是这些宝贵的文物。一生则一世，一世终一生，是一代代莫高窟守护人的真实写照。如今，越来越多的年轻守护人扛下了陪伴这一世界文化遗产的重任。他们留住了莫高窟的风华，莫高窟同样也留住了他们。挖掘文物和文化遗产的多重价值，让文物活起来，让文脉传下去。这是让坚守在沙漠边缘的守护人们最为幸福的成就感。从敦煌出发，陈列在广阔中国大地上的遗产：龙门石窟、
万里长城、北京故宫，在历史长河中依然熠熠生辉。辗转千百年，这些屹立于世的文化遗产和古代建筑，承载着中华民族生生不息的基因和魂脉。而在此背后，需要很多像谢辰生先生一样的人，挡住时间的侵蚀，留住这些先人留下的文化瑰宝。杭州西湖南岸，千年雷峰塔几经修缮，现在依然巍然耸立。这座曾经倒塌的宝塔，却因为一袭五彩铜衣的保护，成为了中国首座彩色铜雕宝塔。炭黑的铜瓦，朱红的铜斗拱、铜铃、铜柱、铜围栏，无不在四季变换中记录着岁月流转。这个开了用铜保护古建筑先河的人，就是朱炳仁，中国工艺美术大师，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铜雕技艺代表性传承人。他用毕生心力在不断探索铜的边界。我们中国呢，也是个青铜文化历史非常悠久的国家。中华民族呢，就是在5000年的时间中呢，也创造了灿烂的青铜文明。青铜文化在艺术上面的，在创作方面，精美的程度和它体现的那种文化内涵，应该在全世界，也是首屈一指的。在模具里烧制的铜器，是人们对铜的第一印象。但是朱炳仁在2006年修建常州天宁宝塔时，却意外地发现了属于铜的另一种生命。我们在做的过程当中就起火了，我突然发现有铜瓦了、铜斗拱了、烧化的铜掉在地上，那些晶莹剔透的一些铜珠叠加在一起，就是铜在自由流畅过程当中，原来它是这么美的。千年来被禁锢在模具里的铜摆脱了束缚，在朱家铜厂内，铜水流淌，自由而生。朱炳仁开创了融现实主义新流派，续写青铜的传奇，让古老的铜文化焕然一新。国际上很多的艺术家呢，他是没看到过这种艺术表现形式，所以他们看到了我的这个作品以后呢，感觉到非常不可思议。可以经过再加点色彩，试试看，或者看黑的基础上，可以加的。几千年的中国智慧，孕育了无数精妙的中国技艺。在朱炳仁的影响下，他的儿子朱君民也成为了代表性传承人。如今正在用文创产品开始新的融合挑战。就是这乡村匠人石雕、铁匠、木匠还有密匠，他们就是举步维艰。所以我们也在想如何让他们能够复活他们的这个技艺。现在就是第一个是缺产品，他们工匠不知道做什么，他只是做一些农具。大家来贡献一下智慧吧。他们这个工匠的品类很多，可以跟我们现在文创结合的东西还是有点结合的。用文创的方式为技艺增添普适性，让艺术回到百姓的生活中，是朱君民正在为传承做出的特别努力。找到更多的同路人，让传统手艺释放出新的生命力，这是属于朱君民的幸福。当文明的车轮划过世间，每个时代都有属于自己的独特印记。越来越多的人正用星火之力，传播着更多承载中华文化和中国精神的价值符号，让更多文物和文化遗产活起来，续写着中华文明的传奇。为什么是面？为什么是面人儿？为什么我们还要在此刻去做的这样一种艺术形式？
小学2年级，我就是站起来说，长大以后我要让面人郎举世闻名。大家好，我叫郎家子玉。我叫郎家子玉。郎家子玉。我是郎家子玉，国家级非遗北京面人郎的第3代传承人。我之前有看过他那个网上有个特别火的视频，是他招一个亲王捏那个面人的视频，特别火。保护是为了传承，传承中亦有创新。郎家子玉，这位国家级非物质文化遗产、北京郎派面塑艺术的95后传承人，正在走到台前，开始用自己的方式向社会传递着新生代非遗手艺人的声音。郎家子玉工作室的核心成员都是他的同学。面塑创意视频的拍摄和制作，新媒体的策划和运营，都由这几个95后的年轻人一起完成。我这边有一个选题，就是因为我要做一组作品叫《三英战吕布》。首先，三国这个题材大家接受程度比较高，而且我爷爷也做过一个这个作品，正好我也想致敬一下吧，自己做一个看一看。自不量力一下。我小的时候就经常在这个陈列的柜子里面看到我爷爷的《三英战吕布》这个作品，然后每次看都能看得很出神，因为它其实跟其他的面塑作品非常不一样，它是一个动态的一个沙场的这么一个场景。我自己也觉得他的这个技术水平是一个不可逾越的一个状态。郎家面人儿对于原料有着非常严格的要求，花费几个小时把干瘪断裂或者变色的糙米剔除干净，手工打磨成粉之后，再经用180目筛孔的螺细细筛选。和面时，按照比例兑入蜂蜜，就可以做出防腐和防蛀的面团。认真地遵守备料过程，也是郎家子玉作为年轻一代面塑创作者对于传统的守护。郎派面塑以精巧细腻见长。不同颜色的面团随着手指的节奏而产生不同的变化。手艺人就是这样一点一点把鲜活的生命注入到了这柔软的方寸之间，让它长出了筋骨，生出了语言。但是艺术创作从来都不是一路坦途，它总会用问题带来和创作者的2次对话。它没什么戏。要歇会儿了，整不动了，有点。歇会儿呗。所以有的时候灵感会觉得稍微弱一点的时候，就会走到外面去，然后有的时候也会去寻求其他介质的艺术形式的这种帮助，去帮助我能更快的进入状态，然后去找到自己的一个表达的路径吧。我爷爷创造了这种艺术的风格和门派，这里边的所有的技术的模型和基础都是由他来创造的。那我父亲他又加入了更多的材料和艺术形式的这种元素到这个里面来。我自己其实更多的偏向于个人感情的一个表达，因为我觉得这个时代大家会对于有强烈个人表达的情绪的这些东西有更好的一个吸收的效果。
为传统的技艺赋予新的艺术生命。对每个手艺人而言，既是传承，也是创新。而郎家子玉这一代年轻人的幸运，就是他们可以专注地探索一条新的手艺之路。在2000年前后的时候，你说你的特长是捏面人儿，跟你的特长是弹钢琴，你得到的反馈绝对是不一样的。那个时候你去做一个你自己觉得很好玩，但是周围没有一个人知道你是在干什么的事情，是非常孤独的。但是现在我敢保证有几百万人曾经听说过面人儿是个什么东西，然后至少我现在把我的作品发到社交平台上，也会有很多人都能看到，大家也能去欣赏这些作品，也在尽力去创作出来让大家喜欢的作品。我真的觉得我们的创作环境还是非常幸福的。这样的一个趋势下，我们传统的东西肯定会越做越好。古琴，中国传统拨弦乐器，世界非物质文化遗产，距今已有3000多年的历史。2016年，一支来自上海的宝藏乐团自得琴社，用极富创意的表现形式，让这种古老的乐器成功出圈。古画加国风音乐的视听符号，让自得琴社迅速破圈。大家会把我们的视频称为一幅会动的古画，那这也是目前大家比较熟知的一个风格。我们这次是7月17号，在演出前半个月左右发了一个下半年的巡演公告，然后几个观众群里的反响也比较强烈，还有人等了3次延迟他都没有退票。伴随着关注度的提升，自得琴社又开始了新的尝试，线下复原装束音乐会的举办，逐渐成为他们推广以古琴为核心的中国传统艺术的又一个重要途径。就是这块排练的时候，还是要再认真搞一下。他那把琵琶好像有几个频不太准。对，它尤其二弦有虚带的时候的二弦里面有好几个音是对。它唢呐你要盯着它。即将到来的这场演出是自得琴社今年的第1场线下音乐会。从移动端的小屏到专业舞台表演空间的拓展，让自得琴社的艺术表达也变得更加多元。面对这种改变，成员们对于作品的雕琢和打磨也更加精益求精。拉平。哦，都是平的。对，拉平。第2遍的时候再亮一点。哦，再亮一点。对。对。就是你的动态不要就是在小句里面稍微小一点起伏，动态不要太大。好。检查他们的耳返那个接线的时候，插上去再转2圈，整体所有字全部在小10%。人都没齐呢，唢呐呢，不带演员呢。我们今天排的时间比较长，大家赶紧回去休息，保持体力，保持精力。我们那个连排结束了。
我认为这个传统就是一锅百年老汤。其实每一代人每一天都会把新鲜的食材，加入到这个老汤里面。每天的晚上可能要把这个老汤的杂质重新过滤掉。那过了100年之后，这个汤还是原来的汤吗？我认为它还是原来的汤，精神还有内核是没有变的。复活古老和传统，让几乎被尘封的乐器焕发新的生命。自得琴社再用更具开拓性的表达，让古韵生发出迷人的魅力，在当代演奏出延绵悦耳的幸福之声。一旦我们的当代人能从中得到快乐和体会到价值，这个东西就真的是在我们当代复活了。这些年轻人用自己的赤诚之心扣住时代的脉搏，热切地书写着属于自己的文化传承答卷。江山留胜迹，我辈复登临。加强文物保护利用和文化遗产保护传承，丰富全社会的历史文化滋养，营造传承中华文明的浓厚社会氛围，是新时代所赋予的责任和使命。今天，不同代际的文博人、非遗传承人以及文化工作者，正胸怀文化自信和敬畏之心，以传承、坚守与创新的信念，赓续中华文化遗产的千年魂脉。现在还有很多人都在不断奋斗着，守护民族文化精魂，为江山、为后人留得圣记载。这是我们这个古老民族走向现代化社会必须迈好的重要一步。绿水青山中邂逅，自信的笑容，刀枪我也真丰收。书声朗朗的问候，桃李传承着5000年的悠久。幸福中国，万家灯火，每一个窗口都有温暖感受。幸福中国，美好生活，人间处处都是笑语欢歌。生还好用，5年没斗，山川携手，书写青春不朽，敦煌。